在上次我们节后啊，圣诞节后这一次的下跌，其实有套到蛮多的人，因为大家也没想到，不是说圣诞行情嘛，不是说圣诞行情嘛，这圣诞行情怎么还来了一根这么大的一根阴线呢？这盘中直接让很多人都亏了，很多同学都说这个如果不是阿哲提醒这2天短线容易回落，可能都来不及跑，是吧？那如果有些同学都不知道这2天会回落的，那可能呢一直是做买进动作，那可能就比较糟糕。可能之前低点确实把握到了，阿哲因为当时有讲直播嘛，当时讲直播大家都听得到，那么提醒了反弹时刻，那一个位置开始的利润可能一根阴线就消失不见了，或者说甚至还要亏一点。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阿哲当时的一个观点，是不是纳指延续上涨，3个指数不只是纳指，是3个指数都来到了大阴高点附近。大阴线的高点本来就是压力所以说这里是创新高前最后的一个压力区了。而这里一次性突破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就阿哲认为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不太存在那种再一次加速突破的可能。所以周四呢，冲高回落概率比较大然后我们说有机会还有牛回头只是这个回头这个牛的头好像都快扭断了回的有点幅度太大。好，那么在周五的时候，12月27号，阿哲这边是香港的一个时间这里呢是4点47分美股的盘前那么这里阿哲讲过，就再进了一步嘛，当时周四的时候还冲高了一下，还略微再创了新高不过整体市场的资金力度是变弱的，等一下说一个这个力度怎么看，就是市场上涨的动能怎么看。这里有一部分的原因呢是年底一些机构交易员开始休息了防守了，他没有做太多的策略，或者说甚至呢会卖出因为他要固定守住今年的一些收益。好，那么按照阿哲的判断呢，当前再加速可能性是极小的，不出意料今天应该会继续调整所以呢波段虽然看涨的，中线虽然是看好的，但短线呢会回落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周四的时候，股价是不是靠近这个大阴线的高点，但是越往上靠风险呢越大，而后周五的时候如期出现了回落那么看到这2则信息呢，虽然不是说阿哲没有那么明确说阿哲这个你没有说要卖出你只是说短线回落，你没有说卖出那我这还是容易亏好了。有时候呢阿哲也不会说讲的太明确为什么阿哲你不能直接说哪里可以买哪里可以卖呢就是因为阿哲不想大家养成这种不好的习惯。你必须要想的是，以后哪怕我不听阿哲的视频，哪怕以后阿哲不开直播了我也把他的本事学到了，以后我自己我也知道哪里是风险哪里是机会，是吧？所以呢大家要记住，阿哲往后的视频都不会很明确的告诉你或者说不会在封面告诉你哪里会涨哪里会跌。最好的就是你看到行情走势之后，你第一时间就想到阿哲教的内容，你都不用阿哲更新视频，都不用阿哲讲直播，你自己能够分析，你甚至能够自己跟助教发过去。阿哲举个例子，英伟达，就是英伟达的走势，我们不是说三阳小顶嘛，当时就是这一天的时候，就这一根 K 线还没收盘呢，就已经有学员私信阿哲了，当然那是我们的内部学员他就说到阿哲今天会不会英伟达就是三阳小顶。就那一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去考虑到这个事情，就是我都还没有想这一天会不会英伟达是三阳小顶这一天市场会不会是三阳小顶，当时我都没有考虑到这是说实在的，有时候我的反应可能也不那么快，因为阿哲呢比较喜欢盘后可能我们这个快收盘时我去看一眼，这位同学他在盘前就告诉阿哲了，或他在盘中刚开盘时他就感觉走势变弱，他就跟阿哲讲了，今天是不是英伟达会出现三阳小顶，如果出现的话，是不是这一天我可以卖出因为他之前是低位买进了一些股票嘛他有一些盈利所以他这一天就直接这么说了。阿哲没有任何提醒，阿哲呢没有任何的告知，这个方法当时也很久没有讲了但是这位同学在之前学了之后，在实战当中他就能够很好的去应用，都不需要阿哲讲，是吧？所以阿哲希望呢大家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追求这种状态你就学阿哲的方法，然后阿哲呢以后哪怕没有更新视频，哪怕没有讲任何的消息，你都可以知道阿哲的一些观点
就是阿哲看到了这个行情，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肯定是这么分析的，是吧？那么你在阿哲今天开播之前，你能不能知道阿哲今天要讲的是什么？那阿哲今天要讲的就是防守阴线。为什么阿哲会说这一天突破要涨？就你都不用阿哲告诉你，你就知道阿哲的分析的结果了。就是这里是防守阴线，这里突破能够看涨，是吧？下次再出现啊，特别是之前你听阿哲讲过几次防守阴线的，如果走到这里你还没看出它是防守阴线，还要阿哲提醒，那你之前学的确实不太认真啊！这一个阴线，阿哲告诉你是防守阴线之前，如果你是知道它是防守阴线的，你回复一个1啊，我们这个相对老老实实的回复啊，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如果不知道的回复个2，就是阿哲在今天开播的时候告诉你这一天是防守阴线啊。如果在阿哲说之前你是知道的，回复个1，不知道的回复个2，看一下有多少同学是真的在实战当中能够记得住一些知识点的。很多人呢是课后在收盘之后他就很冷静他呢阿哲讲的内容他觉得很简单，很快能够学会，每次作业呢都做得很好，一开盘脑袋一热什么都忘了，是吧？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也讲求先学后练再实战你一定要学的时候就认真学，认真听，因为你都不认真听，你都不知道这个方法具体的要点是什么，那肯定就不能说实战的问题了。先学后练，怎么去练呢？就做作业在我们的一个内部的群组当中我们的订阅观众，你基本上每周都会有一些公开的课程都会有一些我们内部公开但是外面是听不到的一些内容每一节课程都会安排作业，等一下这一节课程也会有作业今天的课程也会有作业，到时候安排作业让大家去做，你就练一下，你看一下，你听得很认真，你说我听会了，好，练一下，你去找一下，如果找得到，那么说明你确实至少基础的要点是知道的。好，那么实战当中你就看一下未来每一次遇到阿哲所讲的内容，市场当中现在出现了，你脑海当中能不能快速的反应过来？如果可以的话，说明实战也在进步，是吧？有同学呢回复2的也不少，所以下一次阿哲希望的是出现之后立马能够比阿哲还反应的快，是吧？阿哲都还没有开播呢，阿哲都还没有讲课呢，阿哲都还没有写盘前呢，你就知道阿哲今天要写什么了，是吧？阿哲要讲什么了你到那种程度，好，那么阿哲呢课程你没有白听，是吧？你确实听得有效果，阿哲呢没有白讲，哪怕以后阿哲不讲了你呢也没有问题。我们要的是这样的效果要的是这种效果，而不是说阿哲我看你的封面你说看涨我就看涨，你说看跌我就看跌，那你这真的是你听再多阿哲的课也没用听再多呢你还是第一次来的样子，你还是那个小白的样子听再多呢你还是变不了高手就是这么明确的告诉你。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怎么去学的问题。今天如果是第一次来到阿哲直播间，记得找到助教以后呢我们的一些消息你可以更快的去得知。同时如果你想要听一些更加内部的课程，不公开的课程，也可以呢跟助教去申请一下助教老师呢在我们开课前会通知你。三行小顶模型我们来看一下。三行小顶模型其实很简单，就是连续的上涨当中你就可以去看股价连续上涨，只要是连续的阳线这里的阳线指的是收盘比开盘高就行，也就是说它是一根当天上涨的就行，当天是绿色 K 线就行。好，那么上涨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价格的实体比昨天的短就是连续3根阳线之后你发现有一根阳线比昨天短，就可以说是三阳小顶了像最近就是这样子，纳斯达克指数是不是连续有3根阳线？好，条件有了，有一根 K 线比昨天的实体短，是不是也有了？好，它就是三阳小顶。三阳小顶的出现呢不难，比反手阴线可能还简单一点因为只要上涨就容易出现。好，那么一般出现三阳小顶时，你要关注一下它的所谓的缩短含义是什么。当股价的 K 线实体缩短，意味着某一个方向的动能减小，
阳线的话就是阳实体，代表的是上涨动能，阴实体代表下跌动能。好，那么阳实体的话就说明上涨动能是变小了，阳线实体比昨天的实体减小，就是上涨动能减少。好，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它减小的幅度来预判一下市场的风险的大小。如果出现三阳小顶之后，第三根 K 线与昨天的实体缩小的特别明显，是以数倍为主啊，倍数的关系，可能几倍缩小了3、4倍，有时候可能是10几倍、几十倍都有可能。好，那么这种情况下风险就会比较大，一般短线调整的概率是很大很大的啊。好，那如果你发现缩小的一个程度是比较轻的，它可能就略微缩小，你肉眼看都有点不太确定。好，这个时候啊，它的动能缩小就比较轻啊，一般影响不会很大啊。一般遇到这种的话，我可以把它的低点作为防守啊，跌破之后呢看风险。好，那么一般出现缩小比较明显的话，正常你可以左侧先减仓了啊，先减仓了，至少不要卖出了。你等下一根阳线出现的时候，再重新看涨也是可以的。好，比如说之前这些位置，你看之前这里是不是也是上涨的？好，上涨过程当中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阳线？你看这里是连续出现的，就是从这里开始连续的阳线，是不是连续出现2次的三阳小顶？这一天也是。好，这一天呢比昨天实体也缩短，但看不出来，所以风险还不是很大。好，那这一天呢出现之后，实体是不是变小了很多啊？几倍啊，数倍。好，那么它的风险就比较大。而后第二天又是冲高回落，它没有再次收阳突破，那么是不是风险一步一步的在告诉你确实有风险？好，所以这个时候开始你不要说卖不卖的问题，至少你别买股票吧，是吧？出现这样的上涨，至少你不要再去加仓了，你不要买股票了，你卖不卖是另外一回事了。好，你说阿哲我想再看看，好，那你说我左侧不卖，那右侧跌破的时候你卖也行，这是最后一个卖点了，就最晚的卖点就是跌破了再卖。好，那跌破之后再卖也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英伟达，好，那请问英伟达的这一个三阳小顶是属于风险比较大的、比较明显的三阳小顶，还是比较小的？觉得这个风险调整概率是比较大的三阳小顶的，你可以回复个大；觉得小的话呢，可以回复个小。就是之前这里英伟达出现的三阳小顶，属于风险比较大的，还是比较小的？是不是很明显是比较大的？我们不是说它一定会下跌，而是确实它提醒你了，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正常来讲，上涨当中如果出现的是三阳小顶最后一根 K 线是10日新的话或者说是很标准的小 K 线的话，缩小很多倍，阿哲是比较建议呢是左侧短线去卖，除非你的成本很低你说阿哲他哪怕大跌我都不怕。好，这种情况下你就不管它了如果你是短线的，比如说我是这一根阳线才买进追进去的，是吧？前面英伟达跌了很久这一天是吧？假阳线突破又是一个负线的突破，好，我这一天才买进去的，甚至呢我是收盘的时候买进去的，高位买进去的我的利润呢就这么一点点。你说这一天跌下来，我跌破再去卖的话，那是不是基本上没有多少利润了？那我左侧能卖，那为什么非要等到这一个位置卖呢？这就是当时有同学说这个位置三阳小顶时，阿哲觉得还是比较开心的至少他知道这一点好，那么我们比如说看一下特斯拉之前也是出现过2次，你看特斯拉当时还很标准的，这里一次，这里一次，每次都是风险，是吧？每一次都是风险，连续的上涨，刚开始实体在变大，那这一天出现了，感觉很强势，高开高走，但是是三阳小顶。好，这一天出现了，跌破了，是吧？你最晚是这一天卖，早一点快一点就是冲高的时候卖好，那像这个位置是不是也是上涨出现，而且还是小 K 线，昨天是大 K 线，是不是也是风险冲高卖跌破卖都行。所以呢像这里是风险这里是风险一般来说三阳小顶被跌破之后最好是等它涨上来，
这一天涨上来了，这一天又跌回来了，是不是告诉你回归失败啊？所以这一天阿哲虽然说是机会啊，因为确实按照回调买点来说，它确实是个强势启动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一个位置又跌回来了，是不是风险？三小顶没能成功站上，突破又回来，是不是一个风险的信号啊？当一个压力位产生时，它出现了突破又回来，是不是一个风险的信号？好，这就是阿哲呢没有每天去跟他去讲啊，因为阿哲呢不是说每天都有开播，不是说每天都有讲这个直播，也不是每天有发视频，是吧？昨天啊前天发视频看涨，但第二天呢跌回来了，那不就反向要去小心嘛，是吧？冲高怎么知道动能不足？因为三阳小顶呀，不是三阳小顶就是我们说的 K 线的三要素里面，实体代表是一个涨跌动能嘛，影线是反转的力度，颜色是一个涨跌的一个趋势，而后它的一个这个实体是涨跌的动能，就 K 线的三个要素，影线、实体和它的一个颜色啊，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有讲到这一个 K 线的三要素啊。那么今天阿哲就不主要去讲了啊，我们就讲一个动能，就是它的实体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下次再出现这种上涨啊，特别前方还有个大阴线的时候出现的三小顶，而且是小 K 线，就要小心了。你只要知道当天是一个 K 线的，就是你收盘的时候，就收盘之前判断，基本就差不多。你收盘的时候能看不出来它是三阳小顶吗？昨天是大阳线，今天收盘前肯定能够看得出它是三阳小顶啊，是一根小 K 线啊。特别是像英伟达这种，昨天是大阳线上涨，涨得这么强势，你看它这一天涨得这么强势，你打开第二天的分时图，你说我还看不出来吗？你说我这个到这里我还看得出来吗？其实像这个位置，你在盘中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了吧？盘中就看得出来了，是有时候很多时候你盘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你说这一天我看不出是三阳小顶吗？我非得要等到收盘吗？不一定吧。其实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基本能够判断它这一天的实体不可能比昨天大，它肯定会小，只是小多少的问题，是吧？只是小多少的问题。到尾盘一看小这么多，那风险比较大。好，这是三阳小顶，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表呢，就是阿哲当时所去标记的新月和满月啊。如果你是老同学，应该知道什么叫新月，什么叫满月。如果你是新同学，那这里呢我们就简单提一提啊。新月、满月是月亮的月相，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15的月亮圆又圆，那这就是一种月相，就是月亮有阴晴圆缺啊。它呢可以是一个元旦啊，是吧？它是一个很圆很圆的。中秋满月月圆之月，它是不是也可以是一个月牙一个月牙有缺失的？你只要多看一下上面的天上的月亮，你就会知道月亮的每天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月有阴晴圆缺所以呢，新月就是一轮月亮由缺到满的开始，满月就是结束就结束。好，新月和满月都是月相都是月相。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按照市场的走势，阿哲把这个挡住的放开。好，看到这里，那是不是之前我们说过，新月和满月的时间呢是固定的？是固定的，怎么看？我们前面也讲了呀。特斯拉的走势是吧？它还有短期的风险，但是呢，波段的低点不跌破的前提下下周指数只要止跌，机会也是一样的。指数的方向为主，指数只要下周止跌，那么科技股肯定没问题。特斯拉就是其中之一嘛，包括英伟达也是一样的。所以关注指数的方向通过个股来看，指数下周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好，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一些时间。这个时间是什么呢？这个时间呢，就是比如说24年的11月16号，提前就可以知道它是满月，是吧？市场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今年的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是24年的12月31号，
这是我们刚好最后一天啊，今年的最后一天，周几啊？是不是固定的呀？人家提前告诉你了嘛，12月31号6点26啊，6点26的时候，新月，是不是早上啊？早上啊，天还没亮的时候，到时候你去看一下这个天上的月亮是什么样的。当时我12月15号就看了一下啊，确实很圆啊，是吧？满月啊，满月比较圆。周二是吧？好，那么下周二呢，就是一个时间了，时间要关注的。那为什么呢？不用讲很多，我们就复一下盘就知道了。12月15号满月，这一个是当时阿哲有去提过的吧，是吧？阿哲当时有讲过的。12月的15号，几天前啊？是不是10来天前？当时那一天是不是12月的15号？当时是哪里啊？这个课件阿哲都没有改，这一个图表就是当时那一天讲到满月变盘的那一天的课件啊，就课件都没有改啊，就12月的15号，12月的16号周一，因为它当时刚好是交易日嘛，所以要延后一天，所以12月的16号周一是满月。那你说当时12月16号在哪里？12月的16号是哪一天？我们看到纳斯达克12月的16号，请问是哪一天？是不是这一天？当时最高点是20204.58，纳斯达克指数当时12月的16号是满月，是不是满月？当时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满月跟它去讲到不祥之兆？为什么满月是不祥之兆？因为月有阴晴圆缺，一般对于趋势来说，新月代表开始，满月代表结束啊，满月代表结束。正常来讲，新月为开始，满月为结束啊，所以这个地方12月1号是开始，开始什么？开始加速。好，那么如果新月是加速或新月是低点，那么到满月之前如果都是上涨的，我们说阴晴圆缺，是吧？新月到满月，月有阴晴圆缺，新月是开始，满月就容易是结束，所以这一天开始新月加速，那么满月就容易是结束。所以阿哲当时就讲到了满月不祥之兆，满月本身它不管是在股市当中还是在现实当中都不是一个好的寓意啊。如果呢你是第一次听阿哲讲，你说阿哲你这个前面讲 K 线还正常啊，是吧？前面讲 K 线你还是正常的啊，怎么讲到这里神神叨叨的啊，就开始讲这个月亮了，开始讲这个玄学了。好，我们先不管是不是玄学啊，是玄学还是科学先不管，但是否是有效的呢？大家如果是老同学听到这里，你觉得月亮变盘对于股市的影响是真的还是假的？有还是没有？觉得有的啊，回复一个yes 啊，有的回复一个 y， 没有的回复一个 no 啊。看一下啊，刚来阿哲直播的时候，大家说这个怎么能够看月亮炒股呢？是吧？大家都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听完之后，哎，好像这个有时候玄学也不是不能不信啊，没当回事啊，是正常。我们这个阿哲说过很多纬度，量价时空，你看你喜欢看哪个方面？你说阿哲，你前面讲的防守阴线我比较信得过啊，好，那你就听防守阴线就可以了啊。如果你说阿哲这个，我觉得时间还是挺有意思的，是吧？像江恩是吧？江恩也不是纯粹的这个技术分析，在江恩的技术分析当中，预测当中也有很多有关于我们所认为的玄学，但是这个玄学呢要打一个引号啊，有可能是科学，但是只是我们的认知还没到那一步，所以觉得它是一个玄学像你讲的很简单的，就为什么我们觉得新月满月会变盘，其实与其说是玄学，你不如说它是一个统计学，因为阿哲统计了一下纳指呢新月的时候就是容易出现机会，满月就是有风险新月呢就是容易有趋势开始嘛，满月就是趋势结束。你说这个和月亮有关系吗？刚好和月亮时间对得上而已，有可能呢它只是一个统计，是吧？只是统计学的一个部分。那么像江恩也是如此的，江恩的一个数字7怎么来的？是因为圣经里面，是吧？上帝用7天做了什么？做了一些创造的事情，所以呢7在圣经里面是重要的事件，而后他把7呢作为这个股市当中重要的变盘而后它的很多的一个变盘点
都跟时间有关，它的很多变盘点呢也跟天体有关啊，它可能不只看月亮，它还看太阳，看12星座啊，也看那个10大星体，是吧？月亮会影响炒股人的情绪，是的，这是一个方面，确实啊，新月和满月时，它不止炒股人的情绪会影响，你可以去搜索一下啊，满月的时间，阿哲之前看过一篇报道，或者说也算是统计吧，有人统计了一下满月的时候全球的一个事故，就是发生人为灾害啊，甚至呢有的时候自然灾害啊，它的频率呢会比日常会多很多啊，所以满月呢，它不只是股市当中不太好的一个征兆，它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不太好的征兆，它会影响到人的情绪啊。很多时候一些车祸、一些事故频发的时间，一般都是在满月前后啊，会比较多，而且是明显多了个30%-40%的那种程度啊，多到呢不能忽视的程度啊。所以呢，它一般是确实对人会有很大的影响，满月和新月。好，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在今年最后的一个时间啊，今年最后一天就是12月的31号，就它会不会也给我们一个惊喜呢？我们说新月代表的是一个吉象，是吧？新月是吉利的啊，新月是吉利的，它往往也是趋势的开始。那刚好在新月之前股市下跌，那如果下周一是止跌，下周二如果出现再次下跌，或者说出现了止跌阳线，那是不是刚好价格和时间也能算是一个共振？下跌时从哪里下跌的？从这里，这里是一个满月，满月是结束，刚好是高点，那么跌到新月，我们认为这一波下跌回调应该在新月的时候就会见到一个变化，趋势就容易在新月的时候变化。满月是凶，那么新月就容易走吉啊，所以呢，我们在时间上关注一下本年度的最后一天，12月的31号啊，31号。好，那么啊，这个娜娜说这个刚好就有灾害出现了是吧？啊，最近满月的话，一般满月附近一般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啊。不过现在呢不是满月了，已经超出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去套啊，不要去找这个灾害啊，不要去找这些事情。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啊差不多就讲到这里